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脚下滑倒的，在指地上。西班牙顶尖拳王狂言要3天内一个人踢遍中国所有武馆，结果他第一个对手就碰到了邱建良，直接被一招神龙摆尾踢出了脑震荡。眼前这个黑衣服小伙子就是来自西班牙的顶尖黑马拳手伊萨查迪，他如今的职业战绩27场连胜，没有一次败过，并且其中有25次 KO 对手，可以说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的黑马选手，非常有望在我国夺冠。只是这小子来之前，居然目中无人地说要在3天之内踢遍中国所有武馆。只不过他不赛前如此嚣张，等来到赛场后才发现他的对手居然是邱建良。邱建良在之前的1、2集那是无人能敌，这次来到了次轻量级，着实是把这个伊萨给吓了一大跳。而这一次，我们邱建良也正式听闻了这个伊萨的狂言，当即表示我正好有些手痒，不知道被称为西班牙黑马选手的你究竟有着多少实力？我们擂台上见真章。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1回合开始，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我们邱建良居然把体重提到了次轻量级，当初在羽量级就可以说是无人能敌。这一次就算伊萨也是一个27连胜的选手，但这开局面对邱建良也依然不愿意直接硬刚，足以看出我们邱建良的威慑力。全商非常高的一位选手，对，尤其是他在场上灵活的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让很多的对手啊，真是非常的头疼。再加上现在他总是喜欢去挑战自己原本不在的这个级别啊，是，也是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个在这个多面发展的多面发展和这个对比赛当中的雄心啊。是。有一句话叫山高人为峰，可能现在站在世界第1的状态上来说，邱建良最大对手是谁呢？就是自己了。对，我们看啊，这个刚才为大家介绍过，身高臂展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查迪啊，攻击的范围和力量都很足。对手想要摔我们邱建良，但这种做法邱建良在羽量级见过许多了，当时出现样的防水技术就是1顶1的，如今增加1个量级的体重，让他在防摔的时候会打得更加稳。27胜双方互相抡拳。25次 KO， 对，这是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对，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为邱建良加油的声音。漂亮！对手啊，刚才这个高扫啊也是比较的贼，对，所以邱建良还是要小心。因为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伊萨查迪 KO 率不是很高，是极高。对，27胜当中25次都是 KO。大家看伊萨查迪。好的，这里大家可以仔细看，这个伊萨在挥拳的时候总是将自身的重心也给挥出去，虽然这样挥拳力量会很强，但是很容易空拳之后摔倒在地，只能说这个对手经验还是不怎么丰富。漂亮！后手直接打，转身后身。好的，前手把对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对手。对，这个，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啊，看到对手进攻很猛，所以主动选择去缠抱。对，邱建良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然后另外一个以犯规来报复。这个属于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的，第1回合结束，让我们看一下比赛回放。总的来说，这个伊萨第1回合打的还是非常凶猛，比较激进的。不过整体来看，没有太多的章法，可能是第1次遇上邱建良，还不太清楚该怎么应对。那邱建良这第1回合应对的就很好，说不上把玩对手，但也处在他的掌控之中。对于邱建良来说，这场比赛他依然也要顶着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排名是世界第1，对手跟他打是很占便宜的，输了不吃亏，赢了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开始。第1回合，这个伊萨的猛烈进攻在我们邱建良看来可以轻松应对，而且也的确使得第1回合在邱建良的掌控之中。但是对手经历一次交锋之后，对邱建良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第2回合又能打出怎样的操作？让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个呢，我们看到了伊萨，他是一个进攻火力非常足的。对，我们可以用这边刚才袭击，邱建良这边主动选择缠斗啊，应该是，被对手打得有些晕了。对，那这里不得不说，这个伊萨的臂展还有出拳的力道十足，让邱建良也有些被打得眩晕了。那这个时候，邱建良反应很快，立刻转变战术，开始绕边，这也是一种逐渐恢复的方法。说他这个进攻的非常的犀利的话呢，他这个可以说在场上是用霸王龙来形容，而邱建良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后手摆拳，2种不同状态的打法，让我们来看一看。裁判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啊，威胁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对了，非常漂亮，直接踢到了对手的支撑腿。你看这个伊萨起身的时候还有点猛，还在想刚才这一脚是怎么踢到的，怎么瞬间就倒了。不得不说，这就是我们世界第1邱建良的实力。战术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但是我们从现在看，地上没有任何的水分。对。那么刚才那一下，伊萨之所以摔倒，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是邱建良的全力一脚力道十足，而这个伊萨始终认为自己接下来这招了，只不过是因为脚底打滑才摔倒的，这多少就有些嘴硬的成分在里面了。审美的变化，好的，漂亮！超白。转身，两个人打得太漂亮。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哇！那这里这个伊萨又是将自身的重心转移了，所以才被邱建良反手一推，直接推倒。如今已经被连续多次击倒了。转身的这种动作，从视觉画面上，还是现场观看上，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两人换正蹬。对，说实话，这个残暴他已经是吃了好几次亏了。对，被邱建良带摔出过擂台一次，然后另外被连续这个扫支撑腿，然后又摔倒过几次。好的，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也结束了，让我们看一下比赛的精彩回放吧。邱建良在这一回合里打出了非常精彩的操作，对手也是向众人展示了自己的火力，能看出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小伙子，只是跟邱建良比还是差了不少。这一回合也是多次被击倒，是踢到了太阳穴的位置，加上这个前面的头盖骨。是。3回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了第3回合，前2个回合2个人打的就火药味十足，所以这第3回合刚上场，2个人就准备开始正面硬刚。那放在以往来看，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少见的。护头的这一下还是非常的机敏，是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高扫，高扫，刚才是连续中扫之后啊，来欺骗一下对手，直接换了高扫，但是伊萨的防守也是很严谨。是。我们看邱建良呢，在场上的在进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对方。伊萨呢抱怨几句，但是你去缠抱对手，对手来打你，那有什么办法呢？是。裁判又次提醒，第2次，对，不要缠抱。这里裁判第2次提醒，不要缠抱。有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有可能打不过对手的时候，就会直接抱住对面，这会有效的阻止对手的继续进攻，但是不能一直抱着，而且像这种缠抱，这场比赛的规则更加不允许。跳膝挤到了绳脚，连续输出。哇，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绳圈出来，所以说
你也不用觉得伊萨狼狈，因为他面对的是谁呢？是世界第一邱建良。对，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别，但是依旧打得非常的有霸气。刚才上勾打中，伊萨眼神一度有所涣散。是。哦，右扫支撑腿，在倒地之前被。那这里邱建良又是扫到了对手的支撑腿，该怎么说这个伊萨就是不长记性。这比赛打到现在，他已经被邱建良多次击倒在地，就是不找自己的原因。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站立，好勉强站起来，继续。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对手挤到了绳脚边，好的，还在往里猛攻，连续的前比赛要反击，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沸腾了。抛手！哇，伊萨这个顽强的支撑能力啊！之前我们说他是4人赛之王，这场比赛果然看出了他这个非常顽强的这种对抗的精神。再来踢支撑腿。抛手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是，但是伊萨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腿啊，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打到现在，我这第3回合也是结束了。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回放吧。看这边伊萨实际上进攻火力很猛，特别是第1回合的时候。邱建良在第2回合甚至有一度被对手袭击、重击，差一点这个倒地的情况。非常棒。下面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员30比26，2号裁判员30比26，3号裁判员30比26。比赛结果，红方胜。好的，非常漂亮。恭喜邱建良获得本场比赛胜利。邱建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发挥得非常好，打得非常霸气。虽然是第1次进入这个2级，但依然将整场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视频到这里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矮小的中国人敢来挑战我？我真怕一不小心就打碎了他们的脑袋。说实话，我可不想沾上人命关子。库尔奇的粉丝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大东翔俱乐部的邱建良。然后，除了我不想说太多的话在发布会上，但除了这个呼吸和吃饭的力气以外，我都会把所有的力气放在擂台里。所以明天我们擂台上见。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对决。我们的中国拳王邱建良大战日本拳王小宫游纪博。那么相信你也听到赛前这个小宫游纪博的嚣张言论啊，说是要打碎我们中国人的脑袋，还说我们中国人长得矮小。我们的邱建良也是表示不说那么多垃圾话，直接擂台上见。那么第1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邱建良，而蓝方选手则是日本拳王小宫游纪博。那么这是一个中日的团队比赛啊，由我们的中国队长傅高峰带队，还有对方的日本队长带队，这么一个团队战。你可以看到，这一场比赛就是我们的邱建良跟小宫游纪博这一场啊，也是一脚将这个小宫游纪博踢到一边去。邱建良在这场比赛是频繁的使用他的神龙摆匪，可以说这场比赛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小宫游纪博也是日本的一位老将啊，您其实看的这个脸也知道，这岁数很大，像一个老者皮一样的这个脸。他觉得我们的邱建良是一个年轻小将，打不过他。但是您可以看到，面对这个小宫游纪博，我们的邱建良也是沉着应对，不着急。
入間さん、これ出だしどう見えてるんですか？いや中国勢フィジカルすご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彼の。那么小宫游纪博也是一个这个日本武学大师，出身于日本的知名海龙一郎创立的这个乌龟一心流他也是乌龟一心流拳法的第46代传人。他们这个拳呢讲究的就是慢，然后注重防守，像乌龟一样，所以说得此武学之名。可以看到面对我们的邱建良，他也是没有太多的进攻欲望不停的防御，又像跳舞一样。我们的邱建良也是有点打乐了。そうですね。哎呦，小宫游纪博这一套拳打得不错，但是我们的邱建良这个抗击打能力很强毕竟泰拳出身不是很怕。入間さん、小宮はその一発でというタイプでは確かにありませんよね。このロイですね。コツコツ当てていいですよ。でもここまではそんなに邱建良のパワーとか攻撃力を受けず。其实目前邱建良的状态非常不错不停的对这个小宫游纪博的精神进行压制。好，神龙摆尾，一脚将小宫游纪博踢倒。以我们对日本人这个扛揍的尿性来看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当一会儿沙包。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双方选手打得还是很激烈的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哎呦，这个我们建良的这个小动作飞条不断，小宫游纪博差点是给我们磕了一个头。佐伯さん、ちょっとこれ刀振り回してるかのようですね。本当にさっきのダウンを見ても本当に衝撃だったので、気をつけたいですよねあれ。其实小宫游纪博的打法没错这个亦步亦趋的跟过来，但是面对我们的邱建良他实在是战术已经弥补不了实力上的差距了。入間さんおっしゃる通りにこれ違った武器いろいろ出してきますね。多分ダメージあると思いますよ今の。昔発散カスリオイっていうトルコの選手かな、強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んな感じ。邱建良的进攻也是愈发的凶残起来进攻欲望直线上升。哎呦，飞膝漂亮！小宫游纪博现在只能不停的搂抱，试图拖延一下，要再这么打下去的小宫游纪博就不行了。なりましたがどうでしょうね。すぐ前に出てくるボディ打ちなんです。ミドルにはミドルで。今のミドルも実に重いです。ちょっと体流れましたからね受けて。膝もあります。飛び膝から。好的，第3次被我们的邱建良击倒。如果再被击倒的话，可能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不过也确实扛揍我觉得韩国金大焕这个不倒翁的称号应该给他，日本不倒翁。ああいうさっきもちょこちょこ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前足払ってぼかしてるんですよね。あれやられるとね前に出にくいっていうか、嫌がらせですよね。足払い気味のローです、中村さん、小宮はもう日本が誇るテクニシャンですよね。哎呦，漂亮！两拳再次将小宫游纪博击倒，但是他确实是扛揍已经是被我们的邱建良打出鼻血来了。またさらにこれ相手によっていろいろスタイル変えられるそうですね。で一発一発も重いですからね。このローを探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対角線でまた後ろ回し蹴り蹴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わもう狙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こで。かと思えばストレートに強振のフック、肘を立ててガードする小宮。小宮もパンチからローキック。回転の体勢も。小宫游纪博也是发现跟我们的邱建良打的话不太合适，现在得不停的打一个游击战，不然太吃亏了。これもいやらしいいい意味で。やっぱロー蹴ってね前足殺しといた方がいいですよ。飛び込んでくる。そしてインファイトか頭を下げてのパンチ。怖い。
最後も左フック自分が放って第2ラウンドを終えています。好的，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小红游纪博打的还是这个很惊慌啊，第二回合打得很险。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我们的修建良能不能 KO 掉这个小公游纪博。右の打ちましたが、反応が早い小宮幸宏に対しては中ジェンリアン赤いグローブです。もっと蹴らないと、もっと蹴る。さあ左ミドル、先手は打たせまいと手数足数多い中ジェンリアン。これはレフェリーが一旦割りました。中村さん、これクリンチ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口頭注意、小宮に一つ与えられています。中村さん、この第3ラウンドどうご覧になってますか？そうですね、小宮選手はね、这个很明显啊，我们的阿良有些生气了，应该是打算在第三回合 KO 掉这个小公游纪博。可以看到不停的将对手逼至栏边，还是想打近身啊，我们的阿良。近い距離になっての試合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こういうね、やっぱアッパーとかもうまいんですよ。鋭い、今も左打ち込んでるんですね。接近戦のね、テクニックだったり、こう細かいああいう技術は小宮選手の方が勝る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この3ラウンドだけ見てると中ジェンリアンの方が、スペース作って僕のパンチを打つ技術は上です。这个在相同量级啊，力量上应该是没有人比得过我们的阿良。小公游纪博也是猛啊，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确实是不怕我们的阿良暴揍他啊。作戦が見えないですね。これいつ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あまりありませんよね。そうですね。こういう歩幅が広い選手っていうのはローが絶対に当たりやすいし。漂亮，又是一记神龙摆尾。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被击倒了啊！小公游纪博的状态很差，现在也是摇摆不定，走道有些发飘晃的。いや、まだ佐伯さん、何かこれ持ってそうですよね、持っていそうですよね、中ジェンリアン。何が出るか分かんないってところも怖いですよね。小宮選手がこんなにブレブレ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は相当中選手がパワーすごいですよね。パワーにテクニックも。小宮選手、相手にね、あえてこう押し負けないっていうか、そこでうまくプロもある。ああいうところで削り勝つスタイルですからね、それが左も速い。削るまでいかないですね。その最初の一歩、なかなか小宮。好的，双方选手又一次啊，这个裁判也是拦了不停啊，那阿良都打乐了，对手打得太轻松。しました。間から顎、テンプル、スーッとガードを縫うようにしての動き。この辺りも中村さん、ちょっとボディコントロール、そうですね。接近してからのローに対する膝とかかかと蹴りとか欲しいですね。出させませんか、中陣に。残り15秒を切っています。小宮苦しい、前に出て拳を当て込んでいきますが、離れます中陣リア。我们的阿良还是不想跟对手直接硬拼啊，还是想找破绽打一个后手。好的，本场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ジャッジ芹沢30対26赤中。赤中ジェンリア。ジャッジ豊永30対。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在我看来，中国人就是一帮没有骨气的东亚病夫。如果中国男人来日本，不会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因为美女都喜欢我这种长得又帅又有血性的男子汉。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对局，增田裕介大战奥日格勒。这个增田裕介呢，在赛前也是发表了一通嚣张的言论啊，居然还说这个美女都喜欢他这种货色，简直就是欠揍。果然呢，这个国家越小啊，这个民族呢劣根性就出来了，就越自信。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我们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选手友好的沟通了一下，然后开始了这个试探性的环节。哎呦，这个增田裕介很有意思啊！面对我们这个蒙古大汉奥日格勒，表现的是游走战术是吗？这个增田裕介呢，也确实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他是日本的重量级别拳王，但是他也是日本战犯的后代。他的祖父增田小五郎就曾参加过侵华战争。面对这种小日本，我们的蒙古大汉奥日格勒表示他一定是要干碎这个小日本，为中国除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奥日格勒站在这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增田裕介。他可能也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号称日本最有血性的男儿就这么面对自己。这个熟悉奥日格勒的朋友们都知道，奥日格勒呢，绰号是功夫熊猫啊，是一名非常地道的蒙古汉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裁判给这个增田裕介发了黄牌，表示他消极比赛啊。这个血性男儿就消极比赛，也确实是让我无话可说了。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面对这个增田裕介呢，我们的奥日格勒也是选择主动进攻，因为对手实在是太会游走了，血性男儿。这也不是我们的奥日格勒第一次来日本，我们的奥日格勒呢是全国的摔跤冠军，专门打日韩，这个号称是打日本人、韩国人的专业户，而且在日本也是打过相扑比赛的，在日本可以说是无人能挡。哎呦，一记飞扑啊，抱住我们奥日格勒的大腿，这是要给我们的奥日格勒跪下是吗？可我们的奥日格勒确实不缺一个日本孙子，我们可以看到裸脚已经形成，看一下这个增田裕介能不能挣脱出来。哎呦，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增田裕介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对付我们的奥日格勒。这个增田裕介拿到了一个侧位，但是很可惜被我们的奥日格勒轻松的扳了回来。这个从力量上来说，双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奥日格勒拿到了增田裕介的正面之后，这个增田裕介几乎是没有能伸手的空间了。哎呦，这增田裕介不能被我们的奥日格勒这个给扑窒息了吧？这个很可能的呀，非常漂亮的砸击。可以看到这个增田裕介毫无还手之力，还是想跑。You know, it looks like Arigala's been working on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Yeah, he definitely looks more well-rounded this time. 这个增田裕介确实是想要匍匐着挣脱出来，但是我们的奥日格勒不给他丝毫的机会。这一通地掌拳打得非常的漂亮。Masuda survived this. Yeah, you know he's gotten out of trouble. He has to get up, but Arigala is putting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There's 15 seconds left. They're just burning the clock. Masuda can survive this. 那么距离比赛还有10秒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奥日格勒能不能直接一回合 KO 这个增田裕介。Masuda keeps trying to get up. Yeah. Okay, well he's gone through that.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的精彩回放。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啊，完全是单虐这个增田裕介。这个虽然说双方都是重磅型选手，但是很明显能看出来，我们的奥日格勒从体重上、体型上就比这个增田裕介强上了不是一星半点儿。我们可以看到增田裕介在第一回合初期取得一点优势之后，在剩下的时间完全是一点优势都没有。
被我们的奥尔格勒追着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增田裕介看着我们的奥尔格勒，脸都是懵的，恐惧。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奥尔格勒大战日本最有血性的男儿增田裕介。There's 3 5-minute rounds. This is the second round. Masuda in blue. 相信观众朋友都能看到啊，我们的奥尔格勒表现得十分的轻松。这个增田裕介汗都快下来了，冷汗直流，一直是全身心的注视着我们的奥尔格勒。哎呦，这个举动太紧张了。Last the longes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gas out first? You might decide the winner of this fight. Masuda wants that takedown. And Aurigala knows that he's waiting for that. Yeah, he scored really nicely in the first round. And the takedown. Masuda just looking Aurigala just 这个一般来说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比赛，双方选手都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博弈，这个是抓住节奏的关键。但是很明显，这场比赛其实是没有心理博弈的。我们的奥尔格勒一出场就已经压制住了选手。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奥尔格勒拿到了这个增田裕介的一个正面。Yeah, I mean that was the only thing Masuda could look for. Like he fought more than 20 times and he showed it too many times in his previous fights. See, Aurigala, he also trains for this fight, right? He should have studied Masuda, but he has to finish it quick though. It's great takedown defense on Aurigala's part too. Yeah, plus he's so much heavier, you know, if he prepared well, it's, you know, he should be able to block that shit. Yeah, especially on the ground, once he gets this kind of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top, it's so hard to get out with such a big guy on top of you. But this time Masuda has to have 这个实话实说啊，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这个日本的选手增田裕介，我真的是怕我们的奥尔格勒会把他活活的压死。Now looking for deep half. Aurigala is all over Masuda. Smothering him. Using his forearm to push on his jaw. Defending well as a veteran who has more than 20 fights. But Masuda's got to do something to get out of here. See, he could technically just pop his knee through, you know, go back to full guard. I think he's got a good chance of that. Aurigala's giving him the space to do that. His left knee could come through Aurigala's legs and back to full guard. 可以看到这种地面的话，对于双方的体力消耗是十分大的，尤其是对于增田裕介来说，我甚至觉得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挣脱我们的奥尔格勒了，完全就是在硬挺着。也不知道裁判会不会表示这个增田裕介消极比赛啊？ 哎呦，这一招宛若是巨猿砸地呀！这一通砸击真的是非常的迅猛和漂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田裕介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He doesn't have the choke, but you know it's almost like a twister. It's like a yeah. Not a right angle though, but okay. Aurigala doesn't have a good position. Yeah, Masuda wants to be careful when trying to escape. He doesn't want Aurigala to step over the top and go to side control. It's going to be much harder. He goes back to full guard now. What can he do in the full guard? 其实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质疑啊，这个我们的奥尔格勒难道不能跟这个增田裕介打站立吗？观众朋友们，不是不行，而是我们应该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而恰恰我们的奥尔格勒地面就是他最大的优势，特别的稳妥。 Go body, go body. And now Aurigala is covering his core with his body.
10 seconds left in the second round. 哎呦，注意不要打到后脑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田裕介还是很抗揍的，完全是吃着我们奥尔格勒的硬攻。可以看到，哎呦，这个增田裕介是被这个工作人员搀扶着过去的，哎，整个人都要废掉了。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回合比赛的精彩回放。这个增田裕介不愧是日本最有血性的男儿啊，每次都能抓得先机，然后被我们的奥尔格勒反手摁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整场比赛上他都没有什么反抗的机会，状态也很差。可以看看第3回合比赛，这个增田裕介有没有什么新的战术想法？这个表情我已经是第3次看到了，增田裕介完全是一脸懵的状态。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哎呦，这个增田裕介是破罐子破摔了是吗？这是拼尽全力要跟我们的奥尔格勒打战力啊！ Yeah, he's got a lot of padding. You can hear Arigella putting everything into those punches. Masuda has an underhook, but very nice counter. He's fighting back. Masuda is also putting everything. He should have tried this earlier in the fight. That's right.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Yeah, if only he.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奥尔格勒不是不能跟增田裕介打战力。你看，在第3回合，我们的奥尔格勒就已经开始跟这个增田裕介打蓝边战力了。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增田裕介已经是没有什么体力了，现在的状态完全就是强弩之末。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将两人分开，比赛继续。 Masuda is tired. Who's not tired here? Yeah. The thing Arigella's got going for him is he's so big, even though he's tired, he throws those shots, he's got so much weight behind i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reas Masuda, he's got to put some strength, some energy into those shots to hurt Arigella. 哎呦，非常漂亮的重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田裕介是直接被我们的奥尔格勒一拳打懵了。哎呦，看来是已经没有继续比赛的能力了。我们的奥尔格勒显得很轻松。让我们恭喜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我们的冠军奥日格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田裕介，哎呦，整个人都要去世了，要休克的样子。 I don't think it was easy for Masuda to take this fight. It's overpowered, just overweight. That's right. I see the comedian Hyungbin Yoon in right? Yeah. corner of Arigella. 这个整个人眼神涣散啊，张着嘴巴。这个一般来说，我只是看到这个濒死的小狗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这个样子。 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奥尔格勒是很体贴这个日本血性男儿的，这个直接是把对方给拽起来了。好的，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冠军奥日格勒。Did he do a little dance yet? He usually does a little dance, right? I haven't seen his little dance yet.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是。 And it's a TKO. 非常漂亮，让我们再次恭喜奥日格勒。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很可怕了，我觉得要叫停了。是，奥瑞弗已经没什么动作，摆拳，再摆，再摆，连续的摆拳、砸拳。哦，这个节奏很连贯。中国武术神童崔刘彩酿下血案。
按住外国选手，连轰上百拳，裁判拦都拦不住。中国魔童崔刘才呀，有着丰富多彩的经历。他8岁练习传统武术和摔跤套路，从小就厌烦学习的他，走上了习武的道路，是越走越远。先是接触散打和传统武术，后转战 MMA 综合格斗。丰富的经验呢和强悍的打法，在每次比赛中，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直立，都是非常强势的。他也曾经获得过昆仑决搏击冠军，更是 WBK 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今天和他对战的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这阿里丁啊，练习摔跤与自由搏击有长达11年之久啊，在此刻要与这中国魔童崔刘才决一死战。他也拥有着10战9胜的职业战绩，这也导致他在赛前呢放下豪言，我要将崔刘才的连胜打破，并送上单价，还有占据你们中国市场。这赛前选手们放豪言呢都做过，可结果都挺惨。这阿里丁是否能实现诺言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1回合呀已经开始了，让咱们回到比赛，同时也让咱们期待咱们的崔刘才是否能击垮这个阿里丁。由此可见呢，没有错呀，这白色拳套正是咱们的中国魔童崔刘才，而这黑色拳套啊，就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是有一些劣势，目前已经达到了自己。这场比赛呀刚开局，这双方选手啊都不敢贸然的进攻。咱们的崔刘才也是不停的疯狂的试探对方的虚实。对，运动他自己很喜欢把自己称之为朱雀，这个浴火。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打这场比赛呀，表现得非常的老成，非常的沉稳。这个前后手的防守的手架也是非常的完美的。此时啊，这阿里丁要展示这包摔，咱们的崔刘才呀，一个退步直接就化解了。可以见得呀，咱们的崔刘才呀，这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这重心也是非常稳，基本功非常扎实，能控制在一起。崔刘才的右臂已经插在了奥瑞弗的内把位。对，此时啊，咱们的这个崔刘才呀，这手臂已经插到了这个阿里丁的内把位，角度压在崔刘才身上。但由于是绳圈呀，这个是有弹性的，所以对奥瑞弗来说，并不如像铁笼那样就无延展性的位置更容易把崔刘才控制住。给一拳，崔刘才说没事儿，戏还蛮多的今天。也是一个心理战。哦。此时啊，这阿里丁又要展示抱摔，但是咱们的崔刘才丝毫不慌，直接一个退步，再一次化解。当支点，对着脖子推开了。奥瑞弗已经第3次低位抱摔，但都没有成功，啊！崔刘才2个下把位已经搭进去了。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2个下把位已经搭进去了啊。其实这场比赛呀，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肌肉线条和维度上啊，其实要比这个阿里丁很有优势的。守住，双腿。还往绳圈靠，是靠住了。崔刘才有挂绳圈的嫌疑，裁判把手打掉了。哎，把自己的胯部完全挺到前方，这样对方很难把腿拉回来。可是对于空间来说，崔刘才已经没有再往后空间了，也只能是这种现在被动防守的这个状态了。此时咱们可以看到，这双方啊，现在在围城边呢，疯狂的挣扎。咱们的崔刘才一直被这个阿里丁压在这个围角边，但是咱们的崔刘才呀丝毫不慌，一直捶打这个阿里丁的头部。那现在这个状态上，崔刘才其实还蛮难受的啊。对，但对于他的对手奥瑞弗也没有好受到哪儿去，因为自己的头完全被崔刘才压着，现在抬不起头来就没有办法。勾腿了，勾腿要换方向了，2个腿夹住崔刘才的一条腿，我们看奥瑞弗的手把往哪儿放。看往哪儿布置了啊？在这个角度，因为我们看不到那半边上，抱住抱腰，崔刘才被摔倒了。其实是靠着绳圈的支撑力啊，对，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已经摔倒了，已经倒地了。对，奥瑞弗这时候要怎么做？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即使摔倒，奥瑞弗不会有太。此时咱们的崔刘才呀也是舍身了，这比赛呀还有40多秒了，咱们的崔刘才直接舍身。抓到了一个木村扣，直接就锁死了这阿里丁的这右臂。
尽量把手往自己的肚子上放，这样很难拉起来。是，还有30秒，掰起来了，掰起来了，我们看拍不拍？拍不。此时咱们的碎流才呀，死死的锁住了这个阿里丁的右臂，已经掰起来了啊！这个姿势非常的难受啊！这个阿里丁还想扛，他已经把身体翻过来了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呀，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此时咱们的碎流才呀，把这个木村扣变成了十字臂锁，针对这个肘关节呀。此时咱们的碎流才又转成了这个美式肩锁，拉回来了。这场比赛呀，非常的精彩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到此结束。让我们看一下这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这第一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翠流才呀，不仅这拳法精湛，这缠斗能力啊也是极强的，而且这基本功啊也是非常的扎实。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二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正式拉开序幕。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这第二回合刚开场啊，这阿里丁又想展示抱摔呀，可惜被咱们的碎流才再一次退步，直接化解。伸手摆拳。奥利弗尔也是一个挺难缠的一对手啊。此时，咱们的碎流才呀，直接发起了进攻，直接选择了这个抱摔，抱摔直接成功啊，直接把这战斗拉到了地面。想打封闭防守，但是后面已经没空间了啊。碎流才现在被对方抱在怀里，很难布置。下一步应该是压对方的脸，把自己的身体支。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碎流才呀，一直用双手捂着对方的鼻子，这是一种非常巧的进攻方式，这样可以扰乱对方的气息，导致后续的这个体力下降。摁着鼻子，这个对气息会影响非常大。对。卡颈这些方式都是为了让对方把手放开。碎流才在地面砸击还是很注意技巧的。击腹击。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碎流才一直对这个阿里丁展示这个砸拳砸肘，想抬腿，但太明显了。再想再次抱住。连续的砸拳是在影响奥瑞弗的判断。杨子轩教练。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裁判呢让双方选手恢复到这站立比赛。起来了，因为认为崔流才的优势并不大。对，崔流才可能还认为自己刚才是在这个。此时，咱们的崔流才又一记抱摔，直接再次把这战斗拉回到了地面。也不是很强，崔流才直接过腿了。崔流才现在很清晰的看到对方的这个问题在哪。切膝半防。压住对方的脖颈，但是在这个位置，由于有绳圈的空间也不够，崔流才其实很难做好的打击。对，现在其实崔流才也好，包括奥瑞弗也好又摁鼻子了，两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小伎俩啊。这个一旦进地面之后呢，就往绳圈往边角上走，是这样的话给对方尽量少的布置战术的空间。没错。崔流才现在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站起来，让对方的双肩着地，这样即使在一个相对半防的位置，依然是对于上位选手来说稳固的砸击。裁判换了一个位置，崔流才回到半防，做切膝，但是并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压住对方的那个胯，破腿了，破腿了。但是对方翻起来了，
崔留才双手内把位。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双手已经在这内把位了。哦，做折颈了，没成功，因为后边的空间实在太小了。现在奥瑞弗是采取了大扣，想要拉崔留才的右侧腿。对，单腿抱摔，怎么回到中间，崔留才逃出来，哎，再冲再进地面，崔留才摁住头部，是。这个时候先解开对方的这个抱腿的问题，再去做降服。对，对方的边角还在给裁判示意啊，说这崔留才总是捂他的这个鼻子啊，这个是在规则里是允许的，但是这个边角也是属于一方面给裁判来施加一些压力的。但是场上裁判杨子轩老师也是高手，所以不会受到。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成功拿到了这个上身位。也成功拿到了这个半防的位置，但是感觉上要做手臂了吗？剩的时间不多了，就在想做对方的这个左臂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2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这个位置不太容易成，对方选择了一个身半防守啊，但是没有完全钻进去。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外钟声响起，第2回合到此结束。让我们看一下这第2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第2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缠斗能力的技巧啊是非常巧妙的啊。反而这个阿里丁啊，他这个基本功好像是不太扎实，而且他这个体力现在下降的很多。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3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正式拉开序幕。哦，重力拳，崔留才直接进地面了。这第3局刚开场啊，咱们的崔留才直接把这个战斗拉在了地面，有点像武打片里的动作对护齿掉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回到一个稳定的位置，裁判可能不会要求选手带回护齿。停，哎，回到稳定位置。崔留才有点懵啊，为啥啊？其实是裁判要求场上边角回去要拿清水冲洗一下，然后带回嘴。此时啊，这个阿里丁啊，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回来的过程啊是非常慢的啊。这阿里丁现在此时他有点虚了，他绝对是强弩之末了，已经不行了。会控制这个时间，你不可能太长时间。是，对，回到同一个位置。好，继续。对方想做3角，但是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地面砸拳了，上身位直起来了。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上身位直接直立起来了啊，这个开始砸拳砸肘了，开始进行猛攻了。这个阿里丁已经不行了，已经吃不消了。啊，崔留才是控着一只手把这个位移拉出来去打。这个在比赛规则里依然是允许的啊，对。而且这个动作应该在很多的聊天表情包里都能见得到。是。诱骗一下对方做个膝盾。此时咱们的崔留才诱骗对方一个膝盾，直接站立砸拳了。此时啊，这场比赛对于阿里丁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折磨。摆拳，再摆。连续的摆拳。此时啊，咱们的崔留才连续的摆拳砸拳，这个节奏啊非常连贯了，感觉像是打拳不要钱一样啊！翻起来了，又做了个前滚翻，但是依然在被砸击。这个时候裁判应该会叫停了。对，因为没有什么反击的动作了，完全是在被动的。裁判已经在看了，已经在看了。崔留才在看裁判，问了。此时啊，咱们的崔留才像武松打虎一样啊，骑在这个阿里丁的身上进行疯狂的输出，猛烈的砸拳呐。此时的裁判也是对这个阿里丁进行询问是否要继续比赛。此时的裁判叫停了比赛，咱们的崔留才赢了，比赛结束了。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这第3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这第3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拳的力量啊是极其的凶猛啊。反而这阿里丁啊，基本功不太扎实，建议换个教练好好练一练。下面宣布比赛结果。这场比赛呀，也就接近尾声了。通过裁判最终的判决，咱们的崔留才荣获冠军，恭喜崔留才荣获最终的赢家。这条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你过来呀！怎么给你脸给多了？外国教练因选手打输比赛后不服，上台辱骂中国选手，下一秒被一拳打碎下巴，猝死擂台。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印对局。您现在见到的就是中国的泰拳名将，我们的王文峰，他是昆仑决61公斤量级的世界冠军，在世界上各大泰拳赛事中经常出现，而且是各个榜上有名。打法老练，冷静，没有多余的动作，抓到机会就会咬住不放。而他这次要面对的对手，则是来自印度的顶级泰拳王，横扫整个印度14亿人的赫里尼克·托雷斯。那么这个赫里尼克·托雷斯在赛前也是嚣张的扬言，印度人口超过中国，嘲笑我们中国武术都是垃圾，中国人弱不禁风。那么这次来中国呢，就是要打响称霸中国拳坛的第一炮。这番话真的是非常的猖獗啊，无视我们中国人猖狂至极。我们的王文峰则表示要把这个喝恒河污水的家伙亲手打废，然后把他烧成骨灰，亲手倒回印度恒河里。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身穿白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王文峰，而身穿黑色短裤的则是印度选手赫里尼克·托雷斯。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选手虽然都是泰拳出身，但是都没有急于进攻，处于一个试探环节。哎呦，这个赫里尼克忍不住了，率先出招了。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追击还是可以的啊，有一些心急啊。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还在万冠军赛上打这个61呢。对，王文峰也有长时间没有比赛了。对，今年比赛也是一个回归之战。看看他的这个状态。这个熟悉我们文峰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的文峰呢是出手很狠辣，非常像我们的另一位选手邱建良，全场都很高啊。这个不是机会，就不会浪费多余的体力，抓住机会就会把自己所有的进攻都输出在对方身上。王峰讲究的就是我的有效进攻，他不会浪费我每次进攻的这个机会和时间。是，他这完全要强调一个有效。是，你看躲闪，你看对方的这个身高可能并不是特别高啊，想要挤进去打拳，对方的企图很明显，距离感控制特别好。你看王峰，是吧？所以你说要成为一个世界冠军是方方面面的。从这个赛前数据来看的话，两人这个身高体型都差不多，可能这个赫里尼克·托雷斯比我们的文峰要壮一点，稍微。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还在试探对手。更多的是一个躲和防，是啊，现在还没有真的进攻。你看，没有真正的进攻，并不是特别着急，我要慢慢的去决，找到漏洞了，然后给你致命一击。慢慢的去尝试力，现在开始好的一个连续的高扫，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峰，哎呦，这个拼斗非常的凶猛啊！果然是抓到机会直接打进去。我可以看到这个赫里尼克·托雷斯在力量上跟我们的文峰相比略显不足，这个白长这么多肉了。好的一个非常好的左右摆，我可以看到这个赫里尼克·托雷斯也是有些怕了啊，选择游走一下。好，对方现在他没有空间了，已经骑到脚上。对，被打中一拳以后，对方现在开始打拳的时候稍微有点犹豫。你看，后直拳有，看前肢，来第一回合最后10秒钟，还有10秒钟，王文峰要注意，还是不能放松，不能。好的一个缠斗，哎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太清楚啊，直接被我们的文峰给呼倒了，好像是。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从第一回合我们可以看到啊，我文峰这个打法是很稳的，真的是找到机会才会下死手。这个对手赫里尼克啊，在心理层面上差点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回合挨了们文峰几拳之后，他这个出拳就变得很犹豫了。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比赛马上开始。这比赛很具有这种观赏性。对。小回合。这个赫里尼克托雷斯的进攻欲望开始变大了，他有点想扳回自己在第一回合的劣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峰打这个赫里尼克托雷斯啊，很轻松。好，裁判提示了，王文峰底膝只能一次。哇，你看扫踢，对，对方虽然是防住了，不知拳，底膝，看这种变化，有命中，这是一种变化，对方晃悠了，对方晃悠了。哎，你看躲得比较的巧妙啊！是啊，打完你了以后，我身体向后仰的时候，这就够不到我，就典型的闪展。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峰状态完全松下来了，这个节奏被他抓得很稳。底膝，王文峰今天打得很巧，然后对方的原地的一个跳膝。身高臂展的优势啊，对，有这个优势。哇，这是个变线的这样的一个蹬腿，不知拳底膝。因为这个王蒙已经知道，就是对方的出拳和腿的力量，一看我能防得住，是不具杀伤力，所以他可以放开了打。前摆拳有命中。机会看，这个赫里尼克托雷斯在第二回合确实是有一些急于进攻了，我们可以看到露出了很多的破绽。我们的王文峰也是打中打得很方便。防哪？我防着头吧，你要打我腹部。中扫，有中扫，中扫又来了，再来中扫，中扫，接腿底膝。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裁判叫停了比赛。我们看一下发生了什么啊？这个印度的裁判扔毛巾了，主动投降了，也是看出来跟我们的王文峰打没有任何优势。这个是印度的教练，哎呦，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峰直接是把这个印度教练打趴下了啊！这个印度的裁判不服啊，还上台挑衅一下，确实是小瞧我们的中国选手了。从这个体能啊、心理优势啊和这个作战的态势来看，对手赫里尼克托雷斯是完全比不过我们的王文峰，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啊！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挑衅我们的王文峰啊，也是受到了应有的教训。让我们恭喜我们的文峰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希望在未来的比赛中他能继续为国争光。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